今天我们来聊聊女性衰老的那些隐藏信号。很多人以为女人变老一定是脸上长皱纹或满头白发才算开始，但事实上，真正的衰老往往在外表明显改变之前，就已经悄悄在身体内部拉开了序幕。一位中医名家尼斯曾说，真正的衰老不是从皱纹开始，而是从身体内部阳气不足开始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身体的内在活力一旦下降，各种细微的变化就会陆续出现。那么，女人年纪大不大？有没有开始衰老？其实只要观察身体的三松二大以及一处毛发的变化，就能窥见端倪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还没有出现这些迹象，恭喜你，说明你依然年轻。但如果不巧中招了，也别惊慌，因为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自然过程。只要及早留意，我们就能积极应对，放慢时光在我们身上留下的脚步。我们常说岁月无情，其实衰老的迹象往往悄无声息地在日常生活中浮现。你知道吗？女性的衰老通常从三松二大和一处毛发增多开始偷偷发出信号。这些看似平常的小变化，可能是身体在默默提醒你该注意养生保养了。然而，每个人的体质和生活习惯不同，并不是每个女性都会同时经历这些变化。如果你留意观察，会发现身边有的50多岁姐姐仍然肌肤紧致，体态轻盈，没有明显的松弛和发福迹象。也有人30出头就开始长小肚腩，肤色暗沉，没有出现三松二大是好事，代表着你的身体状态保持得不错。但奇怪的是，有些女性即便没有明显皱纹或白发，却依然感到精力大不如前，隐隐有衰老的困扰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揭开三松二大背后的秘密，一起看看身体究竟在传递哪些讯号，以及该如何解读它们。首先来说说三松。所谓三松，指的是身体有3个部位开始出现松弛的现象，皮肤松、胸部松、肌肉松。如果你早上照镜子时，发现脸上的轮廓线条不如从前清晰，皮肤不再紧实，这就是第一松皮肤变松弛的信号。年轻时候，皮肤犹如上紧的弹簧，洗完脸后脸颊光滑紧致，捏一下还能迅速弹回去。然而，随着年龄增长，真皮层中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逐渐流失，皮肤的弹簧逐步松弛，撑不起原本饱满的表皮。我们开始注意到眼角爬上了细细的鱼尾纹，嘴边的法令纹变深了，连脖子上的皮肤都不如以往平滑紧实。化妆的时候，粉底不再服帖，一笑起来眼周细纹隐约可见。拍照时，曾经利落的下颌线条现在有些模糊，感觉脸好像松了一圈。这些皮肤的小变化，其实正是岁月在提醒我们，胶原蛋白正在悄悄流失。皮肤松弛并不只影响美观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支撑皮肤的结构在改变。当支架变软了，表面的肌肤就难以绷紧，细纹与皱褶便开始现形。如何延缓皮肤松弛呢？首先要意识到，这种改变是渐进的，我们可以透过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减缓它。充足的睡眠和水分摄取是基本功。晚上熬夜多了，第二天照镜子你会明显发现肤色暗淡，松弛感加重，就是因为睡眠不足削弱了皮肤的自我修复。平时要注意防晒，紫外线是加速胶原流失的大敌。均衡饮食，多摄取富含维生素 C 和蛋白质的食物，有助于胶原合成。比如适量吃些鱼胶、猪脚筋或豆制品。中医则强调内调，皮肤属于肺和脾所主，肺主皮毛，脾主肌肉。如果皮肤干燥松弛，可能与肺阴不足或脾气虚弱有关。你可以喝点养阴润燥的汤水，比如银耳根，滋养皮肤，同时健脾和胃，帮助营养吸收，让肌肤得到足够滋润。简单来说，养成早睡、多喝水、营养均衡和内外兼顾保养的习惯，就能帮皮肤这根弹簧多上点发条，让松弛来得慢一些、晚一些。接下来是第二松，胸部松弛下垂。许多女性到了中年会发现，镜子里的胸型和年轻时相比好像不太一样了。过去饱满坚挺的胸部，随着岁月开始有点松垮垮往下垂。其实胸部的变化与皮肤老化
荷尔蒙改变都有关。年轻时，乳房组织里富含腺体和胶原支撑，弹性十足，但到了30-40岁，乳腺组织逐渐萎缩，被脂肪和结缔组织取代，再加上皮肤弹性变差，胸部就容易失去昔日的挺拔。特别是生过孩子、哺乳过的妈妈们，更是对这种变化深有体会。哺乳期结束后，因为乳腺组织减少，胸部常会明显的泄了气似的缩水下垂。当然，地心引力也在默默作怪。岁月越久，地心引力拉扯的时间越长，我们的胸部支撑韧带就越容易松弛。除了自然老化因素，一些不良生活习惯也可能让胸部提早报警，比如长期没有穿戴合适的胸罩给予支撑，体重反复大起大落，甚至抽烟等，都可能加速胸部的下垂。要对抗胸部松弛，良好的生活习惯与保养缺一不可。首先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内衣，在日常活动时给予胸部足够的托扶，减少组织牵拉损伤。其次，保持稳定的体重，不要暴瘦暴肥，体重剧烈变化会让胸部皮肤松弛更明显。还有就是锻炼胸肌和背部肌群。尽管运动无法让乳房组织本身再度变大变紧，但强健的胸大肌就像天然的胸垫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撑托胸型，让整个胸部看起来上提，结实一些。同时，良好的姿态也很重要。经常含胸驼背的人，胸部容易往下垂，试着保持肩背打直、抬头挺胸的姿势，不仅气质提升，对胸型也有帮助哦。中医则认为，胸部下垂与气虚、中气下陷有关。例如，产后女性气血两虚，就容易感觉胸部没有饱满张力。调理上可以考虑益气养血的食补，比如黄芪当归炖鸡汤，补气的同时养血，内在充盈了。对于皮肤和组织的张力提升也有裨益。虽然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，但透过内外并进的呵护，至少能让曲线的改变来得缓慢而优雅。第三松是许多人经常忽略却至关重要的肌肉松弛。年轻时，我们的肌肉紧实有弹性，力量十足，不管是拎重物还是爬楼梯都轻轻松松。但是到了中年以后，你可能会开始觉得肌肉不像以前那么结实了。掰掰袖，上臂后侧轻轻一挥会晃动，肚子的肉捏起来软绵绵的，大腿内侧也仿佛不听使唤般松弛。一方面，这是因为人体从大约30岁出头开始，肌肉量每年都在以极缓慢但确实的速度流失。我们常听到用进废退，肌肉正是这样。如果平时缺乏锻炼，久坐又缺少力量训练，肌纤维会逐渐缩小变细，肌肉的质量和力量都下降。另一方面，新陈代谢率降低也让肌肉更难维持。过去随便动2下就能保持的线条，现在需要刻意锻炼才能留住。很多银发族阿姨透过跳舞、快走、练太极等方式，不仅腿脚灵活，手臂也结实许多，看起来就年轻有活力。除了运动，中医养生建议平时多补充优质蛋白质，像鱼肉、豆腐、蛋类，因为气血生化之源来自脾胃运化的营养，要肌肉强健，离不开足够的气血滋养。气虚血少的人往往乏力懒言，不爱动弹，久而久之肌肉更萎缩，所以强身健肌还得从饮食与运动两手抓。当然，保持充足睡眠也关键，深度睡眠时生长激素分泌增加，有助于修复肌纤维，增强肌肉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肌肉松垮无力，不妨从今晚开始早睡1小时，明早起来或许就能感觉精神和劲头比平时好一些呢。说完三松，我们再来看看二大。二大是指2个部位出现变大的迹象，一是肚子变大，二是腿部变粗或浮肿变大。俗话说中年发福，其中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小腹隆起，腰围渐渐大了1号。很多女性一到中年就开始为小肚子烦恼，即使体重没有暴增，腰间却好像套了个救生圈，裤子腰头越换越宽松，腹部脂肪的增加，一方面跟我们的代谢变慢脱不了关系。年轻时新陈代谢旺盛，吃下去的热量很快就消耗掉了，可35岁以后代谢率逐年下降，哪怕饮食习惯不变，身体也更容易囤积多余的热量为脂肪。特别是停经前后，雌激素水平大幅波动，身体脂肪分布会从臀腿转向腹部，
造成所谓向心性肥胖，导致小腹更明显。另一方面，生活节奏忙碌，压力增加，有些女性可能缺乏运动或者久坐办公，热量输出减少，也让肚子容易长肉。此外，还有个隐藏因素，压力大时，体内皮质醇等激素上升，长期高压状态也会促进脂肪更倾向堆积在腹部，真是让人苦恼的恶性循环。小腹变大的问题不仅影响身材曲线，更关乎健康风险。腹部肥胖往往与内脏脂肪偏多有关，内脏脂肪过多会提高代谢疾病的风险，如2型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等等。所以对于出现小肚子的姐妹们，管理腰围刻不容缓，解决办法无他，还是管住嘴，迈开腿这几个字。饮食上要适当调整，以高纤维、高蛋白、低糖低油的原则为主，多吃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质，少吃甜食和油炸零食，同时控制总热量摄入，避免暴饮暴食或3餐不规律。有条件的话，可以养成记录饮食的习惯，帮助自己了解每天吃进了多少热量。运动方面则建议将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相结合。有氧运动比如快走、跑步、游泳、跳舞等，可以消耗热量，减少脂肪。力量训练则能增加肌肉量，提高基础代谢。腹部肥胖的人尤其要加强全身运动，而不是光做仰卧起坐这类局部锻炼，因为局部瘦身其实是个美丽的误会，只有整体消耗脂肪，肚子上的肉才会跟着减少。另外，减压也很重要，试着给自己预留一些放松时间，用运动、听音乐、泡澡等方式疏解压力，平稳情绪。因为心情放松了，内分泌紊乱会改善，减肥也更容易成功。中医认为，腹部肥胖、脂肪堆积往往与脾虚夹湿或者肾阳虚有关。脾虚则运化无力，代谢放缓，湿气滞留体内，形成痰湿胖。肾阳虚的人则常见下焦寒湿，水液代谢失调，也容易胖。针对这些情况，可以喝一些健脾祛湿的茶饮，比如陈皮茯苓水、红豆薏米粥等，帮助身体去除多余水湿，调节代谢。如果属于畏寒怕冷、四肢不温的虚寒体质，适度加入补阳气的食材，如生姜、肉桂、附子等，在医师指导下使用，有助于温阳利水。总而言之，小腹变大的警报一拉响，我们就该积极行动起来，别让它一路失控扩张。2大中的第2大是腿部变大变粗，特别是容易出现下肢水肿或赘肉堆积。许多女性可能都有这种体验，晚上下班回到家，脱下鞋袜，发现小腿肿胀的比早上粗了1圈，甚至袜子边缘在脚踝处勒出深深的压痕。如果你长时间久坐不动或久站工作，腿部经常会有胀胀沉沉的感觉，这其实是静脉回流不畅、组织液滞留导致的下肢轻度水肿。年轻时我们的心血管功能好，肌肉也够有力，腿部的静脉血很有效地被挤压回流心脏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血液循环效率降低，再加上活动量减少，下肢血液更容易淤滞在腿部，导致小腿和足踝出现浮肿。此外，荷尔蒙的变化也会影响水分代谢，很多女性在更年期前后会抱怨自己下半身容易水肿变胖，这其中雌激素变化也是推手之一。除了水肿，腿部变大还可能体现在大腿赘肉变多。由于中年后基础代谢降低，未消耗的热量除了堆在肚子上，也很乐意躲到大腿和臀部。特别是缺乏运动的人，大腿肌肉不发达而脂肪却不少，腿型看起来就会比较松垮粗壮。当腿部的肌肉线条被脂肪掩盖，整体身材难免显得沉重。很多爱美女性感叹以前穿牛仔裤是紧实笔直的感觉，现在却觉得臀部大腿处紧绷不适，其实就是身材悄悄走样的表现。要解决腿部肿胀和肥厚的问题，促进循环和锻炼下肢是关键。首先，日常生活中要避免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。办公室女性可以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，简单踮踮脚尖、抬抬腿，促进血液回流。穿弹性袜，医疗弹性袜也是办法之一，它能提供渐进式的压力，帮助小腿血液循环，预防静脉曲张和水肿。每天睡前可以把腿靠墙抬高躺几分钟，
利用重力让白天滞留在腿部的水分回流，消除肿胀，多喝水，少吃太咸的食物也很重要。盐分摄取过多会让身体储水，水肿更明显。透过饮食控制钠摄入，多吃含钾丰富的食物，如香蕉、番茄、深绿色蔬菜，有助于平衡体内电解质，减轻水肿。至于腿部赘肉，还是离不开运动，快走、慢跑、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都可以帮助消耗下半身脂肪，配合下肢力量训练，如深蹲、弓箭步，可以紧实大腿和臀部肌肉，改善腿部线条。很多人担心练腿会不会让腿更粗，其实适度的力量训练长出的肌肉反而能够塑造更匀称结实的腿型。不用害怕练出金刚腿，因为女性荷尔蒙环境下非常难练成那样，适当的肌肉只会让双腿看起来线条更好，更年轻有力。而从中医角度看，下肢浮肿属于水湿停留，可以按压足三里、三阴交等穴位，轻柔促进代谢。平时泡脚时加些姜片、艾草，可温经通络，把寒湿从腿脚赶走。再配合食疗如赤小豆炖冬瓜汤，利水消肿。只要坚持良好的习惯，哪怕岁月增长，我们也能尽量维持双腿轻盈不肿胀。最后，别忘了还有那一处毛发增多的秘密信号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已经猜到是哪里了。没错，就是脸部不该长毛的地方，突然冒出了几根让人困扰的毛发。很多女性大概都有过某天照镜子时的惊吓经历，低头一看，下巴上竟然冒出一根小黑毛，或者上唇位置隐约出现几根细细的小胡子。这一束毛发的变化，正是女性开始衰老的一个微妙信号。青春期时，女孩体内雌激素分泌旺盛，雄性激素水平相对较低，因此脸部皮肤细腻光滑，几乎没有明显的粗硬毛发。然而进入更年期前后，体内雌激素分泌骤降，雄激素相对地影响力变大。虽然女性体内的雄激素含量远低于男性，但比例上的改变足以让某些原本柔细的汗毛变得粗黑明显。特别常见的就是下巴尖、嘴唇上方、人中两侧这些部位可能会长出几根明显的毛发，医学上称为多毛现象的一部分。对爱漂亮的女士们来说，突然冒出的这些小胡子、小绒毛无疑有点尴尬，但其实脸上长一些不该长的毛是体内激素变化的自然结果。随着卵巢功能衰退，雌激素减少，身体的毛发分布逐渐趋向男性化。你可能会发现小腿和手臂的汗毛变浓密了些，甚至有的奶奶辈年长女性还长出了几根下巴胡须，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哦。当然，如果年纪尚轻就出现明显的异常多毛，伴随月经不调、痤疮、油脂分泌旺盛等问题，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内分泌失调或其他疾病因素，比如卵巢、多囊等，建议咨询医生。但是对大多数40-50岁以上的女性而言，零星几根胡子毛基本不用太担心健康问题，把它当作更年期报到的小信差就好。我们可以轻松处理掉它。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干净的小夹子直接拔除，记得消毒，顺着毛发生长方向迅速拔出，减少疼痛。或者用美容院的激光脱毛技术，将毛囊连根毁灭，防止反复生长。如果毛色较浅细，用脱毛膏或者飘淡药水也能暂时让它不明显。除了脸部，有些女性可能发现更年期后身体其他部位的毛发分布也在改变，比如头发变得稀疏，但下颚却长毛，或者原本浓密的阴毛变得稀少，甚至有白色出现。是的，阴毛也会变白，就像头发一样，随着年龄变化，这些都是荷尔蒙调节下的新常态。我们需要做的是以平常心看待，同时关注整体健康状况。如果面部多毛让你烦恼，不妨检视一下最近是否压力过大或睡眠太少，因为压力和熬夜也会干扰内分泌，可能让雄激素优势更加明显。调整作息，多运动，适当舒压，往往能让内分泌恢复平衡，减轻这些恼人的小毛病。中医眼中，女性脸上冒胡子往往涉及肾气、肝气的变化，肾主毛发，又主内分泌。年纪大，肾气渐虚，毛发失去滋养，就容易出现异常。而肝主疏泄，如果情志压抑，肝郁化火，
也可能导致毛发生长旺盛，因此调理上可以针对具体情况之肾阴或疏肝理气，这就需要专业医师辩证了。总之，1-2根小胡子并不可怕，巧妙的清理加上平衡内调，就能既保持形象美观，又让身体内环境更加协调。了解了3松2大1毛这5项变化，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身体会出现这些转变？到底是什么在背后主导着从肤质到体态再到毛发的这一连串改变呢？答案离不开一个词：衰老，也离不开我们的激素与代谢。从现代科学角度看，女性在30岁上下，身体各系统就开始走上缓慢的下坡路。最早明显变化的有肌肤和体型，胶原蛋白逐渐减少，让皮肤失去弹性光泽，新陈代谢速率降低，导致更容易囤积脂肪。大约到了40岁左右，雌激素水平开始显著下降，有些人更早，从而引发一系列蝴蝶效应。雌激素原本对皮肤有保水和维持弹性的作用，当其减少时，皮肤会变干、变薄，出现皱纹松弛。雌激素对脂肪分布也有调节，减少后脂肪更容易堆积在腹部，同时它对毛发生长有抑制作用。雌激素低时，面部和身体的毛发可能增多或变粗，再加上孕激素、生长激素、甲状腺素等其他激素水平在中年后也各有变化，睡眠变浅、潮热盗汗、情绪起伏、记忆力下降等等更年期症状都可能随之而来。可以说，身体是在用它自己的语言宣告，一个全新的阶段开始了。有趣的是，早在数千年前，古人就对女性衰老的节奏有相当精辟的认识。《黄帝内经》里提到，女子27-14，天癸至，37-21，肾气平均，真牙生而长疾；47-28，筋骨坚，发长疾，身体盛壮；57-35岁，阳明脉衰，面始焦，发始堕；67-42，三阳脉衰于上，面皆焦，发始白；77-49，任脉虚，太冲脉衰少，天癸竭，地道不通，形坏而无子也。这段话描绘了女性每7年一个变化，尤其说到35岁时，阳明经开始衰弱，脸色开始憔悴，头发也开始脱落。42岁时面色枯槁，头发转白，到了49岁则是更年期的来临。是不是很神奇？古人没有现代仪器，却仅凭观察和经验就总结出了女性由盛转衰的大致年龄节点，和我们今天讲的内容不谋而合。比如35岁前后，皮肤开始走下坡路，头发光泽减退；42岁左右白发出现，肤色暗沉明显；49岁必经身形衰老。由此可见，3松2大在35岁以后渐渐显现，并非偶然，而是人体自然规律的一部分。中医把这背后的原因归结为肾气和阳气的衰退。肾藏精，主生长生殖，肾气充足时，头发乌黑，骨强肌健；肾精亏虚则发落齿摇，精力减退。阳气则是身体的动力和热量来源。年轻时阳气旺盛，新陈代谢快，各组织器官运作良好；年纪渐长，阳气不足，身体运行失去往日的干劲儿，就好比电池电量下降，许多功能会变弱。阳气虚了，水湿运化不掉，人就胖了、肿了；肾精少了，毛发失养，就枯黄脱落。这正好解释了我们提到的那些衰老迹象。尼斯强调的从阳气不足开始衰老，与此理不谋而合。他提醒大家，别光盯着脸上那几条皱纹，其实当你觉得手脚容易发凉，精力大不如前，或者睡眠品质下滑，早上起来总觉得累，那就是身体内在的阳气在走下坡路。阳气一虚，各种老态就会逐渐浮现，所以平日注重培养阳气是保持年轻活力的根本方法之一。怎么养阳呢？生活起居上，少熬夜是首要，因为熬夜伤阳气、伤精气。适度运动、常晒太阳都有助激发人体的阳气。饮食方面可以多吃温热性的食材，如姜、葱、羊肉、蛋酒等，少碰生冷寒凉的饮料和食物。尤其女性过了35岁，要注意别再贪凉，夏天少吃冰淇淋、喝冰饮，冬天更要做好保暖。民间有句话，寒从脚下生，天冷时记得脚踝腿部保暖。
不要美丽动人，穿得太单薄，养成泡脚的习惯更佳。睡前用温热水泡泡脚，水中加一撮姜末或几粒花椒，既驱寒又助眠，一举两得。此外，尼斯也推荐了一些简单实用的食疗方来扶阳抗老，例如他常提及的红枣生姜薏米汤。这道汤做法很简单，取红枣几枚，老姜几片，薏仁一把，加水同煮约半小时即成。喜欢的也可加几片山楂同煮。红枣补气养血，姜暖身驱寒，薏米健脾渗湿，山楂消食活血，几味加起来，正是针对中年以后常见的脾虚湿肾、阳气不足体质。经常饮用这道汤水，有助于改善手脚冰凉，消除水肿，让你气色红润，精神饱满，看起来年轻有朝气。很多网友留言说，喝了这款汤配合早睡运动，感觉皮肤变好了，小腹也平了一些。可见中医养生的妙处就在于内调，调整好了身体内环境，外在的衰老迹象自然会减轻。当然，除了中医的智慧，我们也要善用现代医学和保健知识来对抗衰老，保持年轻的秘密武器，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。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最好的冻龄法宝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饮食、运动、睡眠，还有一些细节也很重要，比如戒烟限酒吸烟会加速皮肤老化，破坏胶原蛋白，而且增加更年期提前和骨质疏松的风险。过量饮酒则伤肝肾，且热量惊人，也会让人发胖衰老得快。再比如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社交，研究发现情绪乐观开朗的人衰老速度较慢，压抑孤独则可能加速认知和身体机能的退化。别忘了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，多和朋友家人交流，培养兴趣爱好，精神年轻了，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也会更年轻。还有定期体检也是关键，因为有些衰老相关的健康问题，如甲状腺功能减退、糖尿病、骨质疏松，可以通过检查早期发现并处理，避免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。可以说，现代女性手里握有比前人更多的资源来与岁月周旋，从先进的医美技术，如激光紧肤、医学微整，到各种营养补充剂，如胶原蛋白、钙片等，我们完全可以根据需要来对症下药，弥补身体的不足。但请记住，外在的修复永远比不上内在的健康来得重要持久。所以无论用了多贵的保养品，生活方式的调整始终是基础。若是一边大鱼大肉熬夜喝酒，一边猛吃胶原蛋白粉，效果肯定不如人意。把身体养好了，三松二大才能有效抵御或延迟。聊到这里，我们几乎解开了女人变老的前前后后，从皮肤松弛、身材走样，到小胡子偷偷冒头，这些信号组成了一首岁月的进行曲。但请千万记住，衰老并不可怕，它是生命自然的乐章。真正可怕的是我们对它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身体的暗号语言，就能更从容地和岁月相处。与其惊慌失措地对着镜子数皱纹，不如及早关注自己的生活习惯，调整心态，积极地拥抱每一个年龄段。毕竟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美丽与智慧。20岁有青春洋溢的活力，40岁积累了优雅从容的气质，60岁则沉淀出睿智淡定的风范。衰老带来的改变，其实也是我们人生故事的一部分。脸上的每一道细纹都记录着笑过、哭过的痕迹，身体的每一处变化都提示我们更懂得照顾自己。最后，再给各位姐妹打打气，如果你没有出现三松二大的问题，请继续保持你的年轻态，离不开你自律的坚持。如果你已经发现了一两项变化的苗头，也别气馁，现在开始改善生活习惯都不晚。岁月或许会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，但我们完全可以决定这些痕迹出现的速度和深浅。让我们与其恐惧岁月，不如掌控岁月，倾听身体的声音，读懂那些细微的信号，积极的行动起来。你会发现，原来变老也可以变得从容而美丽。年龄只是数字，状态才是关键。愿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活出实际年龄，减去10岁的精神与风采，即使时光流转，依然保持健康的体魄、年轻的心境和自信的笑容，做最美的自己。